哇，不知道现在等一下到底上面会有多少人、不会有人呐、你没有宣传就没有人，不要妄想了，那个频道已经死这么久了。不要这样说 ，test 嘛。对不？应该这样 ，Inside 已经你看哦，之前志奇的很好，之前志奇的是怎么弄？应该是志奇的那个是一波，因为志奇的就是我们跟志奇合作嘛，然后志奇当主持人，然后我们去。每一个 YouTuber 的算是但导流量哪来？志奇会贴吗？志奇会贴哦，那难怪流量会那么高。然后有的 YouTuber 自己也会做，那难怪流量会那么高。不过坦白说，我觉得那一波就是有的会很好，但有的没有想象中，其实它蛮起起伏伏的但起码它会有几万嘛。对，它会有几万，就是几万。那从那一波，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因为那个时候人力也没有像现在多一个。Okay. 而且蛮累的。那时候我们是那个制作成本蛮高的，对，制作成本高。我们可能一天来回，我们就要出3个人来回跑。我们最远的是到台中去访鱼竿。你看那时候 Inside 就整整编辑部少了3个编辑在。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MVP 的做法，你们都是用、你们都是用一个过于非 MVP 的做法，我非常讨厌这样的行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因为我们都走正规，做正规很容易累，那累了你就会不想继续，然后就你看后面就没人经营，就这样子，对不对？好不好？对，那我要开画面了。可是我实在要说，那像我们那一次，我们开画面停止他继续聊，你不要继续讲，就开始了。对，好。Hello， 大家好。嗨，各位听众，欢迎回到 Inside Podcast 节目塞掐塞雀，我是 Inside Chris， 我是 Inside 的 Mia， 我是 Fox。各位如果有在看 YouTube 的话，这一集非常的特别，这是我们 Inside 第一次在录 Podcast 的时候尝试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嗨，请多包涵。 Nobody cares。不会啊，我觉得没有人看就是没有啊。我已经看到有我们的画面出现了，好开心哦。好，今天我们会聊包含了 Netflix、Apple 跟悠游卡，还有一个什么 Redcast， 还有 Microsoft， 哇，好多事情要聊。好，开始，好，我们从最简单的 Netflix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其实很简单，就是Mia。Netflix 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一早起床就有看到，那个 Netflix 台湾终于也宣布，就是正式要实行很久以前所说的要开始家庭计划。寄生账号收费的这个故事，寄生账号，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会看你 IP 吧？我猜是看 IP。对，主要是 IP 跟你连接的设备，还有那个WiFi。WiFi 嘛。对，所以其实很难防，因为它就是多重的去验证说你是真的大家都住在同个地点这样子。哦。所以你也不能说，我们地点很近啊，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桃园啊，或者我们都大台北地区啊，我们就是真的是家人，只是有人在外面看那个念书，这样也不行。但其实原本也合理啦，原因是因为我看就是一堆人会在什么团购版还干嘛，就4个人合租一个账号之类的，就多元成家。我现在也是多元成家，你是多元成家哦。但是我不是因为他们以前是鼓励的，就说sharing is caring。他们自己有发过这个文，真的假的？对，很久很久以前。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在社群上造成这么大的风波？就是因为多年前 Netflix 自己官方就是很欢迎大家提倡这件事情，对，能共享，能多元就多元。但那是他们在成长的时候，就是他们觉得我们使用者越来越多，现在要挤出最后一滴牛奶，对，挤干对各位的。因为开始去年就有那个使用者成长。下降嘛，开始到天花板了，就天花板了。对，OK， 反正就挤吧。对，所以我个人是这样，我的账号是我买，但 share 给我爸。我爸当然现在没有跟我住在一起，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家人。但这有机会有可能可以，因为他是说，比如说你1个月回去同一家1次，然后就会侦测到，比如说主账号跟你的分出去账号是对 match 的。不是，那可是问题是我爸一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用电视看。那你们就1个月聚1次，然后一起看 Netflix， 然后开他的账号。我用他的账号 login 不就得了？在家里 login 他的账号。不对啊，不是他，因为他的账号还是如果以现在的方式来说的话，他分的其实不是账号，他分的是你同时可以有4个装置在一起收看，所以那个全部都在你的账号底下，他只是使用者分出来而已，所以他认的还是装置。那还好，那一定不会超过4个装置啊，就是因为我跟我太太一定是同一个电脑看，同一台电视看，然后我爸或者是其他另外一个家人，他就是用自己的某个 device 看，所以只要不要超过4，其实就不会有事。
就是要偶尔聚一下，因为他还是要那个装置要认证过。我要把装置又 gather 到我家一次。对，他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正常的短期旅游，或者是真的是家人，但是比较少碰面，还是会碰到面的话，好棒哦，一个很棒的家庭团聚旅游哎，一起看 Netflix。就说妈，你最近是不是登不进去？回来聚一下，要不要回来看看我们？何不城下一聚？OK， 好，所以这是据说今天最大新闻，你们很 care 这件事情。很 care 啊！我看到底下留言就说，那请问我们宿舍100多人可以大家一起用个账号？Anyway， 反正他就这样做了。好，对，然后大家就是 brace yourself。有解套方式啊，就是如果说发现你是多元账号的话，那另外一个人你可以付钱，对，你可以付钱，正常管道，反正用钱解决嘛，你也不用付完整的299，对，他就是付一个人多付100块钱，多付100块就可以再加一个账号，可是最多也只能2个人。对。所以你现在这个多元家庭可能还是要踢掉一个人。嘿，如果4个的话，4个装置嘛。对。好，我们现在进下个新闻。好，下一个新闻其实这个礼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 PTT 上面疯狂讲，就是台北捷运宣布他们那个终于可以刷 Apple Pay 进。不是这我们1-2个月前不是我们就报过了吗？我们那时候对那个时候但是我们那时候是拿到内部文件。那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会在社群上面公开？那是因为前几天台北市的官员真的有在市议会正式的报道这件事情，报告这件事情。对，报告这件事情。那确定时间是在民国115年，然后要全面换闸门要全部换掉。然后大概要花个3-4亿做这件事情。哇哦！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官员呢就有正式预告说，到时候就可以支援 Apple Pay 进台北捷运了。但是进台北捷运的方法其实有2种嘛。那现在大家对应该说乡民们最期待的就是可以跟日本的西瓜卡一样，那个你也不用真的打开手机，你就是直接你也不用扫一下，真的开机唤醒你的 Apple， 唤醒你的 iPhone， 然后可以刷进去。刷进去，你是不是 iPhone 使用者？我是那时候听起来很不熟哎。没有，我甚至 Apple Pay 里面有西瓜卡，好不好？不要这样子但我们很少去日本啊。对，我有用过。纯写度。我之前蛮常用的，好吗？是，对啊。好啦，好，那你要真的安卓使用者怎么办？没有，可是。在社群上，大家吵成一片，说日本多少年前都在用，为什么台湾要等到115年？所以就有人翻出了旧账出来。旧账是什么？就是旧账，就是说，那为什么北捷到现在甚至要到115年才能用 Apple Pay？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资源的规格非常，台湾用的资源的规格非常的旧。我这边稍微搬几个专业术语来看，那专业术语给大家听，就是台湾现在。在悠游卡使用的卡片规格的那个连线规格叫做 MyFair Classic， 它是1994年就推出的通讯协议。是 MyFair 还是 MeFair 啊？应该是 MyFair。MyFair Classic 有错，请大家留言纠正，没关系，请纠正好不好？但是 Apple 我勇于犯错。但是 Apple Card 的那个交通卡，它是用比较新的，是在2004年在通过叫做 MyFair Desfire 规格。就是大概这中间大概隔了10年的规格这样子。然后苹果的部分，我觉得它应该在日本的西瓜卡比较特别的是，那而且日本比较特别是，其实日本的西瓜卡都不是采用这2种规格，是苹果为了日本市场特别去符合这个西瓜卡的规格，等于算是帮他量身打造。所以在社群上面吵最多人骂北捷的意思，哇，你北捷怎么用这么老的东西？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台湾就是不够大，那没有办法大到苹果帮你开一个规格。对啊。对，所以这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而且还有社群上还有非常多人拿 Super Car 出来骂，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北捷这几年有出了一张新的规格的悠游卡叫做 Super Car， 大家可能不见得记得，不见得知道啦。这个有这个东西，而且他说的，他一张卡卖的比较贵，大概要100，那个工轨费要150块。他说：“怎么特别贵？”那其实我之前听到非常多的声音，就我自己的了解，很多人都说这个 Super Car 其实就是为了跟Apple Pay 做对接所推出来的规格，一个 Pre 抢先看版本。对。
对，所以意思是说，他们要求苹果去想办法跟这个 Supercar 做接。对，但是苹果不愿意。应该是就我知道，我不能说消息来源，但就我知道是其实已经是苹果是真的有很密切的在跟北捷讨论这件事情。对，那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细节可以讨论啊，就比如说，那到底为什么规格会要变来变去？那其实简单来说 ，Supercar 它有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一张 Supercar 跟一般的悠游卡不一样。其实这张 Supercar 自己在中间是有模拟器的，是有一张处理器，它是有 CPU 的。那这张处理器它其实是可以模拟卡片上有处理器，微处理器微处理器，微型处理器，稍微处理。对，它可以用模拟的方式去用软体模拟的方式去模拟现行悠游卡的MyFi Classic 规格。那但是我这边就有听说，就是那它应该可以用软体模拟的方式去模拟我刚刚讲的那个现在 Apple Pay 所支援的那个 MyFair 那个 Disfire 规格，也就是它是用软体模拟的方式去做到这件事情。好，那 Mars Supercar 的原因是什么？Mars Supercar 就是觉得，因为应该说乡民们都不太了解说 Supercar 它到底为什么要出来，然后好像也就是说有点不上不下，对，有点不上不下，然后有人说，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跟 Apple Pay 对起来，那你为什么还要多出一个非常鸡肋的东西？但是其实它这张卡原本就是可以去跟 Apple Pay 的从技术上来说，它就已经可以模拟 Apple Pay 现有的技术了。所以我听到消息才说，这是为 Apple Pay 资源做准备。但是对北捷来说，还有另外一个硬伤，就是所有的闸门都必须要换掉。应该说，我听但这个因为我也是不准确啊，就是说不只是台北捷运的闸门，是包含了可能公车，包含着这个火车，对，火车都需要换嘛，都需要换，全面都要换，就读卡机都要那个一起 upgrade，没错，所以是一个重大的投资。对，因为我们所有的除了重大投资以外，就也不是同个单位在做完就可以结束的事情。但话说回来，我好奇，西瓜卡本身除了3手线之外，它可以搭新干线吗？可以，我记得 JA 一般线可以，我没有在新干线但因为我要 argue 的是说，我就只预期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捷运可以用，但我没有要支援火车，就是它原本就是应该说阶段性开放，而不是全面性一次到位，对啊，可能台铁都能用。对，所以西瓜卡是不能用在新干线，所以我本来就没有希望它能够支援一般的铁路或甚至是高铁，就是大家也不应该有这个期待，那不就好了吗？还有当然有其他的讨论啊，我们当然也看到说，这个 Clement 那边就讲这是一个商业互相，谁拳头比较大，谁说比较大声，那就是可能僵持不下的一个商业谈判的结果。这也很自然，就是对啊。我觉得这也很自然，不过这稍微就是补充一下，其实说，如果说大家因为说，北捷好像都没有准备，其实还是有偷偷在准备，可是事实上就是。事实上也就是很复杂啦，大家都是好人，没有人想要阻挡没有啦，就是其实北捷一开始也是用了真的很过时的系统，这倒是千真万确，也表示说我们现在真的还要花个3年，要全面把闸门盖掉，那换掉我们才能用。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8年前就开始做呢？好问题。对，不是这是我内心的疑问，但它不是一个 challenge， 就是说。你内心的疑问就是，那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好要换闸门？那不就3年前就会换好了？我不知道，这个我好奇啦。我觉得这就是个人好奇，感觉是人的原因啦，就是可能我至少有几个单位的闸门是谈好的。如果我要换闸门这件事来说的话，那就还是想说先协调。OK， 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结论嘛，就是骂归骂嘛，那也还是3年后嘛，所以大家还是得乖乖等3年后。台北市捷运也不会回应你嘛，对啊。官员也没有任何市议员骂这件事情。我记得是有部分的市议员有稍微但实际上也还是这样，对，还是这样。对，所以大家都在做白宫嘛，对。也不能说白宫，我们今天也是在做白宫，因为实际上就是在评论一个他毫无
有争议无进展的，有争议无进展，台湾人生就是这样。好了，没事，好，下一个对，就是我刚刚在想说评论这件事情，对，就是大家很关心，但也无可奈何，然后也没有人愿意对这件事情说一些 PR 的话，那就这样。有吗？起码对，应该说在技术规格上已经跟大家稍微我看到小凯有回应了，但是他似乎是不能引述的，所以对，那就大家有兴趣可以找 Clement 唐的他的讨论串，应该是可以看到小凯的回应，但因为不能引用，所以大家自己看吧。好 ，OK， 好，下一题 ，Risk AI， 就直接上 Risk AI 哦。Risk AI 是这2-3天发现的一个线上服务。那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可以把影片传上去，它是 YouTube 或者是从你的 local 传上去，然后它帮你把做声音的辨识，然后变成是英文的或其他语言。那我觉得它比较特別的是，其实这些东西这些技术都可行的。你可以想象嘛，它就是 Whisper 帮你把语音声音转成了文字，文字再帮你用 GPT 或其他翻译的东西 AI 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语言，再用合成语音把它合出来。那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我记得我在几个月前我有用过。比如说 Translate 到 AI 之类的，有几个类似的东西，其实都已经做到过了。但它比较特别是，它的处理一个是声音上面，它讲英文的会有它的声音是像你的声音的。那这是比较特别。但是如果你要把日文或英文的翻成中文的时候，它是用的是Google 小姐那个语音，那听起来就蛮烂的。所以优势是这样，就是它可以拿来你把中文的转成英文的，而且它的声线是跟你现在的差不多的。那它整个处理流程，我觉得是蛮快。如果你是短的影片的话，那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把这个技术好好粘在一起了。那粘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对所有的 YouTuber Podcast， 在我墙上至少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 Podcast YouTuber 直接拿来转。那看起来效果不错。那当然有很多需要细修的啊，比如说你可能要把英文修到对啊，或者是让它分段分的比较好啊，或者是之后的节目会你的语速可能要慢一点点，或者是你剪到的长短的影片的长短可能要依着做调整。但这为了所有人都有一个新的开展性，就是说我们以后就是可以做中文节目，然后实际上可以以全球作为目标，那做谈全球的主题，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创作上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过去可能是以为是电子报可以变英文的，但不止，现在是连声音跟内容影片的全部都可以出海。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思考全球化策略，因为不只是台湾可以出去，而是全球人会打进来啊。对，它是双向的，这是个双向的。那我觉得大家越早越早开始思考这整个流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The rest。那大家可以用我的账号，欢迎到我的脸书上用我的分论码，是不是？对，推荐码，对，用我的推荐码，叉。现在到你看得到有多少人用吗？我经过我连结大概有2-3千人。我也不是第一时间，那我在 Twitter 那个推文大概现在触及率是8万的样子，18万，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令人讶异的，我觉得他做的蛮好的，好，这个是 RST 对不对？不是KAST 不是RASK 吧？对啊 RSK 啊 RSK 对 OK 好。然后推荐给大家可以用啊，用上农的折扣码。下一个是什么？我们要来微软了吗？对，微软今天凌晨，OK， 它是有点像是苹果 WWDC 的大会，叫 Microsoft Build。OK， 你来。OK，Microsoft Build 这一次大会，简单来讲啊，他们就是延续过去跟 OpenAI 的合作，要把 ChatGPT 把大型语言塞到任何角落里。那这一次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Windows 11。那 Microsoft 宣布，所有的 Windows 11的 user 接下来都可以在 Windows 11里面就直接使用，像之前大家在 Edge 上面看到 Bing Chat 这个聊天机器人，那它可以帮你做
非常非常多而且细微的事，就比如说我用自然语音直接讲说，帮我Windows 帮我开 Spotify， 然后它就会自己播出 Spotify， 没有，就是英式口音。Spotify， 有道理耶。OK， 不要这样嘛。没有，我们互相吐槽求进步嘛。对啊。OK， 好。Spotify 怎么样 ？Spotify，OK， Spotify 就是可以播放。那大到就是说，它甚至是如果这个是最简单的嘛。但当然，它既然很彻底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 Windows 里面就直接跟跟 Office 365联动。那我说，那个 Windows 我今天要打开 Excel， 然后帮我做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自然语音输入这样子。那这样子不会比较累赘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不会是累赘，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它整合了啦。对，他已经做整合了啦。我觉得看起来文书的超酷的。对，但我觉得更重要其实是文书上面。但另外一个我觉得跟大家文书比较酷在哪？文书的酷在哪里？可是我没有很仔细看。不是，你们昨天不是熬夜在写文章吗？因为我们也在写。边写文章边在放。OK， 好。就类似现在365的 Copilot， 跟那个你写程式的 Copilot。对，跟他现在 Terminal 就是Windows 内建不是有个那个 Terminal， 它也有 Copilot， 反正你想得到的文书编辑都被 Copilot， 都有 Copilot， 就是都有一个你的副驾驶。对，然后更酷的是，你这里面所有的软体跟资源的功能，它都可以互丢。互相它等于是互通的。对，等于在整个 OS 底层上，它就被整合在一起了。对，然后之后还要再跟 ChatGPT 整合，所以如果他们现在支援了外挂的系统，所以第三方服务也可以做外挂。串到他们的平台上面，这是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是威力更强的一件事情。就是前阵子我们才看到 ChatGPT 公布了自己的 plugin 的一系列的 store 嘛，然后他们这一次就是宣布底层这些我们在 ChatGPT 上面的 plugin 跟我们这些微软的 Copilot 的 plugin。全部在底层的开发的工作全部都会串在一起，也就是你在 ChatGPT 上面做了一个 plugin， 它理论上它就非常快，它就可以直接在 Windows 上面使用，在 Bing 上面使用，在 Bing Chat 上面使用，或者是甚至是直接在Office 365里面使用，就是一套可以全通这样子。没错，所以这个生态系就是他们真的要打，那个时候 ChatGPT 的外挂生态出来，然后大家就说哇，真的要变成 AI 时代的 App Store。对，哇，那现在是变成整个微软加进来以后，就变成一个超大的 AI App Store。OK， 对，你刚刚还有一个说另外一个很酷的是这个吗？另外一个很酷就是原本我们知道 ChatGPT 是没有联网功能的嘛，但是在这一次的 Build 上面，那4版就有啊。Pro 版就有 ，Pro 有1-2个礼拜前不是就已经对 Pro 版有了，但是现在开始大家要逐渐把一般版的 Pro 那个没有付钱的也都有。对，然后它的预设搜寻就是预设的搜寻引擎 Browsing 是 Bing， 对，等于就是互串的意思。我觉得这部分就可能会回应到我们说，看这样子的策略是不是可以去帮助 Bing 再抢多一点的浏览器市占，因为我们看到这阵子为什么这样会强调浏览器市占？如果你说，那个我今天要请 ChatGPT 帮我搜寻什么东西，那它就是会在 Bing 浏览器上，那个不是 Bing， 说错了，应该说搜寻引擎市占才是 Bing， 我刚才也稍微把名字搞错，是 Edge 才是浏览器 ，Bing 是搜寻引擎。但一样嘛，我在 ChatGPT 这样的我在浏览器用 Chrome， 我开了 ChatGPT， 对，然后它里面用 Bing 浏览，可是这不会提升 Bing 这个网址的市占率啊？会吗？可以啊，就是把 Google 的，它只是变一个自动化，不再是人到那个网址，是，但那个网址，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不会外显在那个市占率的排行上面，是。对吧？应该说，因为我不会用 Bing.com 这一个去搜寻，所以你外在上面不会觉得 Bing 的市占率变高，而是可能使用 Google 的使用的
Google 的使用时间降低了，是有长期来讲这样，因为我没办法从我们以前看市占是看它的网站停留时间嘛，那以这个来讲，它就直接把这件事情给取消掉了，就是直接从 ChatGPT 做完所有搜寻，所以我不会进 Google 了。对，我不会进 Google。OK， 然后这样可以理解懂了，懂。OK。但当然，浏览器是看大家的习惯嘛，你要用 Chrome 用 Edge，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 ，OK， 对。但关于 Copilot 这件事情，那微软最后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宣布在 Azure 上面已经释出了一个叫做 AI Studio 的工作，那是让大家说，如果你的 SaaS 你的 App 是那架在 Azure 上面的，那它现在给你完整的套件，让你也可以你自己的 SaaS App 马上就可以拥有一个 Copilot。对。OK， 所以之前只是单纯的释出，比如说 GPT-4 的 API 给你，那个你自己对开发者来说，你还要自己去串，就是这样。但这一次 AI Studio 是它给你更完整的东西，然后可以让你自己企业里面的资料可以跟GPT-4 或者说跟其他的那个语言模型做更高度的整合。对好吧，实际上可能要我们在技术上研究看看，因为通常讲得很好，你也不知道实际上可以多好的 integrate。但我看到一个值得亮点是说，它可以独立开来，不会把你的东西你的资料拿去 train， 跟别人的资料是分开来。我觉得这是所有企业们都会问微软的一个要点，就是说我的资料会不会外泄？因为很多人就跟你讲说，之前有个新闻说什么三星的东西被拿去 train 嘛，对，然后三星电子的资料被外泄，但我后来看外电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就这是个台湾的谣言，但这个谣言显然大家非常的 care， 因为到时候就是比如说有些老板就说不要用 ChatGPT， 原因是因为它会外泄。那OpenAI 后来也讲，就是说第一个是用 OpenAI 的 API， 它不会拿去 train 它的语言模型。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是用 ChatGPT， 你可以应该是 out， 就是你可以选项你的个人隐私不要拿去 train， 那这个都是有选项的。所以以微软来讲，它现在就是正式更公告讲说，他们在微软的角色你用微软的套件，它100%就不会拿去 train。所以理论上你在这部分的资安疑虑或者是你资料外泄的疑虑就不存在了。但我还是要讲啦，各位所有人都还是用 LINE 在传资料。那各位有这么在意资料吗？你的各自里都已经被外泄到全世界了，所以到底这件事情 ，well， 但是 argue 啦，所以但我们还是得在意，所以就这样吧。好了，差不多 WW， 不是差不多。不要这样嘛！再讲一次，没有。好，这个下一题是要讲 WWDC， 我们结束了。暴雷王好，所以那下一题是 WWDC， 对啊，所以是6月6号。6月6号。那我前阵子看到 Twitter 啦，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Oculus， 就是 Oculus VR， 后来是被Meta Facebook 给买了嘛。那 Oculus 原本的创办人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在 Twitter 上说这个苹果的 headset 好像是他觉得非常棒。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苹果应该会在 WWDC 释出应该说展示这个，我们预计它应该是个 MR 的装置吧，就是一个混合实境的装置。对。那据说这都是谣言，就没有人可以确实，就是听说可能要$3000之类的，这个也都是听说，就是没有人可以证实。那国外据说有测试的人也都是褒贬不一，不过就是这样。我是看蛮多，就比如说像 The Verge， 或者说他们再转的消息，那普遍以开发，就是他们访的都是开发者，那他们的体验都是偏好啦。偏好是不是？偏好，对。好，那要有多好，让你会愿意花9万块去买一个这样子的 device 啊？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连 PlayStation VR2 都没买了。对，但是你要花9万块去做这件事情，的确，我觉得这个门槛
有点略高，真绝不凡呢，真绝不凡，真是有点略高啦。不过我们很期待苹果给我们一台 sponsor。不知道9万块他应该会收回去吧？他应该会说借你们玩一下。OK，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就是感谢苹果爸爸，感谢借我们一下也开心，感谢库克，我们先喊了，借我们一下也开心嘛，不要这样，我们开箱玩一下，对 ，OK。那除了大家都在等这一台 AI 装置 NR 装置以外，那随着这一台 AI 装置啊，如果国外的消息没有错的话，那也会苹果在这次 WWDC 上也会释出有关于这一台 AI 装置的相对的 OS， 因为蛮多名称我记得都已经被注册了。哇，你说被苹果注册吗？对，是哦，我记得叫做 Real OS。对，为什么怎么叫？哦，因为我记得那装置好像叫 Reality。之类的，对，然后所以它装置也叫这听起来很不苹果的命名，就是你不是应该是用个什么地名啊、优胜美地啊，或者是以前是个动物啊，就是他把这个传统变成这么 boring 啊，就是这不是个批评的，就是说以前命名原则不是这样的，但他要这样干就对了，对 ，OK， 好吧，苹果有另外一个新闻是上礼拜应该是在某种特殊的日子，比如说是听障日或什么日，然后那个Tim Cook 就宣布了说，他们苹果支援了某种辅助这些渐冻人啊，或者是这些可能潜在或有障碍的人的一个服务，就是语音 clone。但可能大家我觉得他包装的很好，他就是为了未来的为了无障碍，为了世界更美好，所以他们提出了这个功能。那个功能，可是实际上你看它代表是一个声音的 clone， 就是你按照苹果的某种 random 的句子，然后你可以 clone 的声音，就像我们讲的 AI 孙燕姿一样。对，原理上不太一样，原理上可能是的，就反正是类似，就是你念300句之后，它学习你的声音，然后之后你可以用快捷键的方式，就像那个霍金。然后就可以输出成电子语音，只是它不是合成的语音，而是机械音。它不是机械音，它变成是你刚刚你念出来的声音。用你的音色去 train 的。对，用你的声音去 train 的。所以，就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苹果也有所谓的 AI 的技术，只是 AI 的技术它可以用手机来 train 来办得到。那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是它在为它的 AI muscle秀出来，我们当然不知道说这个效果好不好啦，因为看起来有些的评论是说你需要 train 300个句子，或是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 train 这件事情，其实代表苹果的技术不够好，也没有那么厉害嘛。对，但这是一个 debate 啦。那第二个是因为它是用手机去 train 的，那明显它不是一个就是最 CPU 最强的方式来 train 当然这个可能就又可以讨论的一番。这还不是我的权利，是不是？对，而且他说我们很安全，保障它是可以保障储存在这个本机端，然后用了什么加密就是我们也安全了。但不是大家都这样讲吗？我觉得如果今天是安卓的话，我当然会打个问号。如果是 Samsung 或是 Pixel、Google 自己讲的话，就也还行吧。就大厂的也每个人都有智力在做这件事。但如果今天小米呢？你就不要用小米，你用小米跟我问这个问题，你怎么不像 Uncle Roger 一下问一下你的华为手机？不是，那因为它是安卓使用者，那不对。昨天有个新闻是，用指纹辨识的破解 ，Apple 没有被破解，难以被暴力破解。然后安卓是全部包含 Google 都可以被强力破解，这我在推特上有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推特。对，没有这个是在讲指纹辨识的那件事情，所以我们用这个来推论安卓它的不能用这个推论吗？我等一下被战爆。我等一下推这个好，我怕战，对不起。因为它还有一个核心是专门做 TPU 运算的啊，然后照理来说那个就是锁在里面，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要在远端本地端算，所以这大概2-3年前大家就在讲了，就是它独立一个晶片，然后独立一个核心，甚至三星再另外做一块安全的专门切割的部门，用硬体的方式把它切开来，这样。好了，三星都给你评测。没有，他们很麻烦。三星 Pro 他们都不理我。好，这就是个抱怨，那没关系，无所谓。所以没有对，但我对于昨天知道指纹辨识那件事情是昨天那个消息，对我可以贴出来分享给大家看看。对
好，这个是WWDC 还有一点可以补充啦，但这一次大概就是会针对 iPhone， 按照传统都会为下一代 iPhone 推出新的 iOS 嘛，但是从外媒泄露出来，可能跟现在 iOS 17的功能其实没有说特别的亮眼，大部分都是阶段性改进，就比如说，钱包这几年不是都这样吗？的确是。那上一次比较大的就是问号，不是这几年有上一次比较大的，顶多就是动态岛嘛。对啊，动态岛。动态岛是因为我手机不是最新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感受到。所以你没有 feel， 但是那你喜欢动态岛？谁喜欢动态岛？我也没有用最新的，所以大家都是拿最新的 iPhone， 讲了一下，然后无法评论，结果都没有，都没有，不好意思，我们都不是用最新的 iPhone。OK， 大概比较明显就是有2点，就是去年2022的 WWDC 有公布新一代的 CarPlay， 那接下来当时大家都预测这是为了。苹果可能会要接下来发表自己的电动车，然后做的预先测试。Okay. 因为就是 CarPlay 它可以让很多比较先进的智慧仪表板做客制化的显示。那预计今年 WWDC 上 CarPlay 会释出更多的讯息。那现在有资源的车厂，那一些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宾士啦、保时捷啦，那比较大众的，你上福特。他们还有 Volvo， 甚至到汉达都会支援新一代 CarPlay。对，等于就是苹果有自己的智慧车载系统了。它原本不就是一个智慧车载系统，只是很久了。对。好吧，好，所以这个是 WWDC 我们觉得可以期待的点，可能会讨论到的东西。好，最后。还有吗？没了啊！我们今天结束了，哇哦 ，OK， 要感谢我们今天的直播，谢谢大家的收听。是这样子吗？有什么感想？一个快闪呢？我觉得现在几分钟？36。哇哦，不错哎，节奏很好。好啦，那大家请有空的支持，我们再剪一个精华版呢，应该理论上。对，我们这是测试。OK， 好，谢谢大家。因为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呢，我们在讲类似我们3个聊天的这种直播集，的集数里面呢聊天的，因为我们时效都过慢。比如说我们在聊黄子佼，然后结果我们是大概10天之后才会上线，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件时间好像很久以前的，但实际上没有很久，就好像。浩克其实不到1个礼拜前，对。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觉得哇，浩克已经好久了，因为中间我们又隔了台大经济部学生的事件，然后又有什么欧帕，然后什么之类，就是陈欧博的事情，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每天都有新的延上，所以把所有人一直盖掉，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感觉已经很久，但实际上没有，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节奏再拉快，变成说我们之后在闲聊集的时候，就其实会直接直播。那在可能后面再剪成精华之类的，那这是我们现在的挑战。好，就这样，谢谢大家。那大家记得什么？按赞、订阅、小铃铛，好小铃铛。按完之后，如果发直播的话，大家就稍微看一下，关心一下，看一下放着听。什么请提醒我，开始直播的时候请提醒我，那个点下去。可我们现在有固定的时间吗？没有。这不定时前一天预告开始之后，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定不下来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编他的时间很难定。贵人比较忙。对，我跟米娅比较可以配合，但是主要是主编呢有家庭，不是有家庭，是有小朋友。你这样好像排挤哦。等一下，我通常说比较忙的时候，我们要歧视。我刚才讲，通常会有是因为有采访行程，好吗？主要是因为确实没有，你可以先把采访行程的 block 下来啊。对啊。还有一个，据说你不用 Google Calendar。哪有？他只是不太会用而已，而且不知道怎么用。你看，都已经快40岁的人不会用 Google Calendar， 没有这回事，好吗？好了，那我们就这样子，谢谢大家，请大家有机会，我们会先预告，不要干掉了，对。好，谢谢，拜拜，测试一下，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测试，拜拜。